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当他们先婚后爱成 EX 赵露思高冷皇帝俏皮郡主。当他们先婚后爱次婚风波。圣经初夏，天光如洗。宫门外，赵露思饰演的云锦郡主正气呼呼地撩着裙摆，一脸不服气。我不嫁。陛下那个冷冰冰的样子，连话都不多说一句，我嫁过去还不得被冻成冰块。他的丫鬟秋草偷偷瞟了眼诏书，小声提醒郡主，这可是圣旨，抗旨不遵。云锦恨得直咬牙，我不信这圣旨改不了。然而下一刻，圣旨已被太监宣读完毕。他这一生不嫁，被压在滚烫的6月风里，毫无用处。程毅饰演的顾景成大齐皇帝，自登基以来就以寡言、冷面、不近人情著称。朝中大臣都说他的心比北境的雪还冷。偏偏这位冰山皇帝竟被太后赐婚，要娶一个出了名俏皮大胆的郡主。冷皇帝配俏郡主，这桩婚事一时间成了京城茶楼最热的谈资。出入凤阙。成婚那日，宫中红烛高挂，鼓乐齐鸣，所有人都在看戏，他们都想看看这个能气死礼部尚书的云锦郡主能否治得住那位冰山陛下。洞房花烛夜，云锦坐在床沿上，偷偷掀开红盖头，抬头的瞬间，正对上顾景成那双深不见底的眼。他穿着玄色龙袍，冷冽如霜雪。陛下，他讪笑着打破沉默，这新婚夜，陛下不该说点什么吗？朕累了。短短2个字，如一盆冷水从头淋下。顾景成转身离去，只留下他和冷掉的喜烛。云锦气得直跺脚，新婚之夜被晾在房里，这传出去还得了？这冰块，我早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夫妻之道。冷宫风波。婚后1个月，皇帝依旧冷淡。他每天活像一只被放养的小猫，到处闯祸、打听、吃甜点，偷跑出宫。一次他偷偷溜出宫去看花灯，被御林军逮住，第2天直接被罚抄女诫300遍。顾景成，你这个混蛋！他气得把毛笔都咬弯了。但奇怪的是，他虽然抱怨，却越来越常注意到皇帝的点滴。他早朝回来，总会路过御花园，目光不经意在他种的那盆牡丹上停留。他生病时，御医刚走，就有人悄悄送来药膳。他夜里打喷嚏，第2天御书房的窗纸便换成了更厚的。他心里有些乱，他是不是其实没那么冷？误会生根。直到那晚宫宴，顾景成身旁站着一名清丽的女子，是丞相之女沈如烟，亦是他的青梅竹马。众人看得明白，那女子温柔恭顺，言笑得体，正是理想中的皇后人选。而云锦俏皮、冲动、爱吃糖，胆大包天。陛下似乎更喜欢沈小姐。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他一笑，仿佛不在意。可那夜他偷偷去了御花园，把那盆开得正艳的牡丹折断了。第2日，顾景成见到那断枝，眉头一皱。他去找他，声音依旧淡淡，朕可曾哪里做错，让你要折花出气？他抿唇，倔强地抬头，陛下的心若早有人，那又何必装作不知？云锦不稀罕被怜悯。他沉默了很久，只留下一句，朕没有心。那天夜里，宫灯燃了又灭，云锦终于哭了。真相浮现。几日后，北境急报敌国犯边，皇帝亲征。他临行前，只留下一道圣旨，任命皇后暂摄6宫事务。云锦看着那道圣旨，指尖发颤。他终于明白，所谓朕没有心，不过是他不敢再动情。据传顾景成少年时为国牺牲心爱之人，自此封心。云锦心如刀绞。3个月后，北境传来圣捷。
他等在宫门前，风雪扑面，看见那熟悉的玄袍。他从战马上缓缓下，目光在他脸上停留良久。陛下圣归，臣妾该谢天谢地才是。他笑着，眼中却噙泪。顾景成上前一步，伸手替他拂去发间的雪花。云锦，他低声道：“朕终于知道，有的人就算再冷，也会被你融化。”6. 情深不言。自那日后，皇帝依旧寡言，却常常在清晨与他一同用膳。他爱吃的桂花酥、桃花羹，御膳房日日奉上。他闹脾气时，他不再冷眼旁观，只会静静地上一盏温茶。陛下，这叫妥协吗？他眯眼笑问。这叫朕怕你哭。宫人们都说陛下笑了，那笑不多，却足以温暖整座宫城。7. 破镜重圆。好景不长，沈如烟父亲因结党被贬，朝堂风波四起。有人借机挑拨，说皇后干政，祸主乱朝。顾景成下令彻查，一夜之间，御前灯火通明。云锦自知身陷漩涡，却没有哭。他只说：“我相信你。”顾景成愣住，那一瞬，他似乎看见当年的自己，那个在风雪中独行的少年，如今终于有人愿意与他并肩。他冷声道：“若有人诬陷皇后，哪怕是天子亲臣，也斩无赦。”那一夜，权臣尽除，朝纲肃然。8. 先婚后爱。月下的御花园，风轻如梦。顾景成脱下厚重的龙袍，走到他身边。云锦，安。当初朕以为这场婚姻只是太后的心血来潮，后来呢？后来，朕信了缘分。他笑着靠在他肩上，陛下这话可比朕累了好听多了。他低低一笑，终于不再压抑那份温柔。朕许你，来日的江山万里，皆有你一半。那一刻，繁星坠落，万物皆寂。冷若冰霜的皇帝，终于被俏皮郡主融化。他们的故事，从先婚到真爱。9. 尾声。多年后，史书中记载，景成皇帝性寡言，而独宠皇后，二人情深笃定，宫中称之金风玉露，一朝一夕，皆成佳话。而在民间的传说里，云锦郡主仍是那个爱笑爱闹的小女子。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别看她冷，其实她呀是我的。”